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穆迪，欢迎回来我频道，和我一起科学护肤，理性种草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准备做一系列的护肤特辑，从今天的重新认识我们自己的肤质开始，之后也会说到呢，比如说哪些明星成分、功效成分特别适合哪些肌肤问题。护肤是我们一生的课题嘛，你是要用一辈子的，所以要从最基础的概念去理解，你才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护肤品。今天先说我们的皮肤类型的划分，什么是敏感肌？你到底是不是敏感肌呢？还有外油内干是什么？你肯定会问了，我当然知道自己的肤质啊，我是油皮，或者说我是干皮。皮肤类型也就叫 skin type， 它确实是由基因还有种族决定的。但你知道吗？通过时间的推移，你的皮肤可能会越来越干燥，或者说你搬家了，你从一个非常寒冷的地方去一个炎热的地方，你的油脂的分泌也有改变。或者我们现在人喜欢用比较功效性的，像 A 醇、视黄醇，你会发现你的皮肤也会慢慢的变干，可能会从油性肌慢慢向中性皮改变，甚至变成敏感肌。所以怎么去看你皮肤到底是什么肤质，是什么类型呢？我们要从 T 区入手，也就是前额、鼻子一直到下巴这一个大的 T 区，去看 T 区的出油量还有毛孔的大小，来决定你到底是什么肤质。肤质呢，总共分为4种：干性、中性、混合性，还有偏油性。很多人说，那我是敏感肌啊。其实任何肤质都是可以变成敏感肌的，比如说你是中性敏感肌，你是油性敏感肌。所以敏感肌它并不是一个肤质，它只是一种皮肤的状态。油性肌肤很简单，不光是 T 区出油，全脸都是容易泛油光的，然后毛孔会相对比较粗大，你会发现你皮肤好像比一般人厚一点，你摸上去弹性更好。我们所谓油皮经常是城墙皮嘛，皮肤更耐造一点。混合性肌肤呢，只有 T 区偏油光，毛孔粗大，一般在鼻翼两侧，脸颊通常是没有油光的，毛孔也比较小。最好的就是中性皮肤了。如果你是一个全脸都不油不干，刚刚好，皮肤非常平整，非常光滑的，恭喜你，你很幸运的，你父母给你带来了天生的好皮肤。但是也不能忽略啊，你不能说你是中性皮肤你就不管不顾，还是需要维稳它的健康状态的。如果你的全脸总是感到紧绷干涩，甚至冬季容易有起皮的现象，而且皮肤容易有红血丝，你摸上去好像很薄的感觉，那你可能就是干性肤质了。我们先来说油性肌肤的护肤重点是什么？清洁、控油，维持肌肤的水油平衡。在这里，清洁千万不要过度清洁，千万不要用颗粒太大的、磨砂力很强的那种去角质膏去清洁，那样你可能会导致你皮肤变成敏感肌。我们要用比较温和清爽的配方，像洁面呢，你可以用啫喱式的，然后定期1周1到2次用去角质的产品，比如说你可以用化学去角质的 AHA、BHA， 然后平常面霜呢用比较清爽的配方，不要用非常的厚重的那种晚霜，尽量用比如说啫喱的或者清爽的 light moisturizer， 质地比较轻盈的配方。我们再来说干性皮肤，那干性和油性就像2个极端，那油性的出油量很大，那干性就几乎不太出油。它缺乏油脂，你皮肤看起来弹性可能也没有那么好同时比较薄嘛，所以你的锁水率比较差，所以你需要用锁水力强的面霜，比如说添加角鲨烷的，脂质比较重的，不仅要补水，你还要补油去角质可能就不用那么频繁了，最多1周1次用果酸类的产品。我不建议用任何的物理磨砂膏因为你角质层已经很薄了嘛，如果用物理的话，很容易变得非常敏感，然后红血丝就更加严重了。然后混合性呢，因为它是 T 区比较油，脸颊比较干，那其实你可以用混合保养的方法这个理念我是之前没有说过的，就你可以在不同的区域上不同的护肤品，不一定
每个产品都要全脸涂的。像你去角质的时候，你可以不上脸颊的，只在 T 区用一些果酸和水杨酸呀，然后脸颊用比较厚一点的面霜，然后 T 区呢用比较轻薄的啫喱面霜。所谓的分区护理才是混合肌的保养方式。中性皮就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了。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？首要目标就是维持现在的现状，减少肌肤的损伤。你不要去破坏它，不要去伤害它，减少紫外线给你的伤害，减少你一些清洁不当带给你的伤害。那这些肤质呢，之后我每一项都会做专题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呢，不要忘记订阅哦，开启小铃铛。你会说，我为什么用同样的保养品，那之前就没有觉得敏感，现在全脸就觉得很刺痛不舒服呢？那敏感性皮肤呢，包括先天敏感和后天敏感。那其实很多都是后天敏感。那先天敏感呢，是表现在你皮肤本来就很多红血丝，皮肤很薄，一遇冷遇热呢，皮肤就会不舒服，可能耐受度比较低。那这种肤质呢，你就需要用非常温和的产品。如果你用任何功能性的精华呢，记得一定要少量，频率比较低，不要说每天都用。比如说2周用一次或者1周用一次，你先观察自己皮肤的变化，然后再慢慢加量。后天敏感呢，其实是我们大部分人遇到的问题，就原来没有觉得皮肤敏感，然后现在脸有时候会很刺痛啊，也会发炎起疹子。大部分情况都是因为我们过度护肤造成的。过度这2个字，度是一定要把握好的，过度就会变成护肤不当。比如说你想想，你有没有过度的去角质，过度的做面膜，太追求美白了，可能过度的加入了美白成分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所谓速效美容，没有东西可以快速的改变你的皮肤的。我们皮肤的新陈代谢周期是28天，那你成年人一般是42天，甚至更长。如果你不到这个周期的话，任何的改变都是暂时的，是达不到质的变化的。可能你会看到一点点改善，但是你要说我从一个黄2白，我说我要变成黄1白，让皮肤整个亮一个度的话，你不到1-2个月，或者甚至更长时间，你是不可能有这个变化的。所以不管用任何的护肤品，一定要把握住这个度，这个量的添加。在你皮肤受刺激之后，其实它是会加速衰老的。所以其实我们在一个健康的很舒服的状态之下，平常做好保湿防晒的工作，其实你已经在注重抗老了。所以当你觉得皮肤用到护肤品刺痛发痒不舒服的时候，你要看一看这个成分到底是不是有哪些活性成分，它的浓度比较高啊，然后你又刚开始使用嘛，你需要一定的耐受的时间，或者它里面是不是添加了香料、四季精油或者酒精，让皮肤变得干燥敏感。那敏感肌不管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，都是要避免任何的刺激成分的。这个词是柜姐经常说的一个词。你现在皮肤外油内干啦，你要拼命的补水补油要用这种我们比较保湿的面霜，才可以让皮肤更加的健康。其实它就是我刚才说你的肤质2种的组合。你是油皮油肌，这是你的肤质，但是你又敏感了，因为一些原因导致你皮肤的屏障受损了，保水力不太足，就总感觉皮肤很干燥。但是你外表呢出油又很严重，因为你是一个油性肌肤嘛，毛孔粗大，皮脂腺分泌又过多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其实这种敏感呢也是一种皮肤炎症的表现。你可能得了脂溢性皮炎或者玫瑰痤疮，导致你皮肤会觉得非常的干燥拔干，甚至起皮。那这些人呢，他们通常会觉得自己皮肤非常油，然后又很干，所以他会拼命的去角质，拼命的补水，可能会变成我刚才说过度护肤的。那我这里的建议呢，其实非常简单，我们想让所有的肌肤都回归为中性嘛，让皮肤水油状态比较平衡。那首先你要停止你拼命去角质、拼命清洁的这个行为，用比较温和的洁面，然后 pH 跟我们皮肤差不多的，大概是5到5.5，
然后一天洁面千万不要超过2次。然后补水的时候呢，不要用油分比较大的那种面霜，厚重面霜，还是用比较清爽的、比较轻薄的去补水保湿。然后你可以加入一些玻尿酸呀，还有一些尿素啊，这些 humectant 的成分，去吸附外面的水，让表皮细胞有足够的水分之后呢，皮肤就没有感觉那么干涩了。然后如果你是一个对烟酰胺耐受的话，就你原来用过烟酰胺觉得 OK 的话，你可以加入这个成分，平常在你的护肤步骤里面。烟酰胺也叫 B3， 不仅是抑制油脂分泌，还可以抗炎抗敏，维持你健康的肌肤状态，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活性成分之一。如果你温和的护肤了一段时间呢，你皮肤还是这种状态，那你可能是脂溢性皮肤炎，或者皮肤非常泛红，就一块一块的红血丝，一块一块的红斑的话呢，你就要去寻求专业的医生的帮助了，不要自己在那里瞎尝试护肤品。当你皮肤状态很长一阵子不太好的时候，一定不能寄托希望于护肤品，护肤品可能已经帮助不了你了。像之前 Instagram 有些人问我，他说我的皮肤状态，比如说一直是红啊，或就这种玫瑰痤疮啊，或者是痘痘很大的那种很严重一片一片的话，我都跟他们说，只有一句话，去看医生。只有医生才可以给你开一些处方药，是你在药店啊或者在其他渠道购买不到的，它才可以真正的帮你治疗你的病，然后你再用市面上的一些药妆品去改善。不管你是新手小白啊，或者是高阶护肤老手，你可能总是看那些很强效的功能性产品，而忘记了我们皮肤最基础的一些概念，不去刺激它，让它维持稳定的状态才是根本。不知道大家喜欢不喜欢这类的科普性的视频？那之后我会针对不同的肤质出各种的护肤特辑，不要忘记订阅哦。也可以在下面评论区告诉我你们感兴趣的话题是什么。谢谢你们收看，不要忘记点赞哦。我们下期见吧，拜。